怀孕的妻子被狗狗疯狂撕咬，身旁的丈夫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制止。狗狗如此恶劣的行为没有得到任何惩罚，这让她变得更加嚣张，持续对着女主人低声嘶吼。眼看事态即将失控，丈夫赶紧将狗狗抱起，一顿爱的抚摸和贴贴来安抚她的情绪。也许只有这么做，才能防止妻子被再次咬伤。就在2分钟前，女主人已经觉察到狗狗可能会攻击自己，因为只要丈夫在身边，这只狗的情绪就会变得敏感易怒。为了防止狗狗伤害自己，她和丈夫互换了位置，可千防万防换来的却是狗狗更加疯狂的撕咬。妻子明明什么事也没做，只是将手搭在了丈夫的胳膊上，如此再正常不过的行为，却惹得身后小狗当场暴走。她只能一边用手护住被咬的部位，一边痛苦的呻吟。撸起袖子一看，胳膊上已经被咬出了一排深深的牙印，并伴有明显淤青。而这种情况每天在家中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次。这只狗和男主人已经在一起生活10年了，在他1岁多的时候，男主人在狗肉馆门口救下了他。起初狗狗的性格很好，他们相处得非常愉快，直至2位主人谈恋爱后，女主人渐渐发现狗狗对自己充满了敌意。一旦她和男主人距离比较亲近，狗狗就会冲她歇斯底里的吼叫。在婚后怀孕的这段时间，狗狗也由一开始的咆哮升级为实质性的攻击。妻子在家中帮丈夫抠耳朵，这时她的狗头正在慢慢扭动，凶狠的眼神定格在妻子身上。妻子此时并没有注意到危险即将来临，突然的一个跃起，狗狗凶狠地咬在妻子的手上。妻子捂着受伤的手掌，钻心的疼痛让她的表情极度扭曲。然而在怀孕初期还发生过更加危险的事，当时丈夫只是摸了几下妻子圆鼓鼓的肚子，狗狗就像发疯一样突然暴走，站在地上声嘶力竭的狂吠，然后晚上趁妻子不注意，直接前肢用力的踩在肚子的一侧。也不知道那一下他到底用了多大的力气，事后被踩的位置居然出现了大片淤青。从那之后，他也会时不时的趁妻子不注意，在他的肚子上踩来踩去。如今只要狗狗围绕在2人身边，妻子与丈夫相处都会特别的小心翼翼，生怕惹狗狗不高兴。丈夫怀疑狗狗应该是吃妻子的醋才会这样，可有一件事让他很费解。据妻子说，只要他出去上班，家里剩下的1人1狗就会相处得十分和谐。狗狗不但没有了之前的凶残暴力，反倒会趴在妻子身边撒娇。如此大的反差，也是把妻子搞得一头雾水。因为经常被咬，所以妻子现在会下意识地惧怕它。但看着面前狗狗一脸温顺的样子，那些曾经受过的伤和不好的记忆都会很快的烟消云散。短暂的美好会在丈夫到家后被彻底打破，狗狗再次切换到凶残的一面。可最恐怖的是，每天晚上睡觉，妻子都会非常的担惊受怕。丈夫此时已经躺在被窝里休息，而狗狗就守在他的身边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外面。当妻子困得受不了，想要进屋睡觉时，狗狗就会突然暴走，像疯狗一样扑到他面前，阻止他进屋。出于恐惧，妻子被吓得连连后退，狗狗就徘徊在门前，大声地朝他狂吠，阻止他踏进屋里一步。妻子的命令自然起不到任何作用。丈夫这时终于缓慢起身，但他却不是制止狗狗的行为，简单安抚下狗狗，就要躺下接着睡。就这样对峙了半小时，狗狗趁妻子不注意，一口咬在他的脚上，妻子发出痛苦的惨叫，丈夫这才将狗狗抱在怀里。妻子的成功进屋，让狗狗的情绪变得更加激动，他徘徊在妻子床边，对她发出刺耳的尖叫，最后甚至会做出威胁性动作。狗狗在家中如此恶劣的行为，也引起了双方父母的关注。考虑到即将出生的孩子和女主人的安全，双方父母在商讨一段时间后，都一致认为这只狗不能再养下去了。所有人都指责丈夫做的不对，丈夫却对此表示不服。他认为狗狗变成今天这样，完全是他的性格使然，跟自己没有一点关系。训犬师听他说出这话，也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表情。最后他们想到了求助训犬师，至于这只狗到底能不能养，就让专业训犬师来决定吧。如果连训犬师都不能纠正他的问题，那被做成狗肉汤端上餐桌，可能就是他最好的归宿了。幕后的训犬师在了解情况后，也只是苦笑。以往就算主人有问题，他也会说得很隐晦，而这次训犬师却直言，狗狗变成今天这副模样，确实就是丈夫的问题。此时家里的妻子再次被狗狗撕咬，训犬师赶忙来到主人家中，他见面就半开玩笑地询问男主人，如果在妻子和狗之间只能选择一个，你会怎么选？丈夫的答案简直让人血压飙升。 제가 또 마음이 여리고 약해서 교통을 해야 되는데 그때마다 그냥 가볍게 그냥 넘어갔던 것 같아요. 또 해도 된다라고 생각을 했던 것 같아요. 그러니까 강아지 유나가 如此奇葩的主人让训犬师有些无语，不过他现在没空搭理他，眼下最重要的是训练狗狗。训犬师非常担心孩子出生后的安全，鉴于目前狗狗的问题和丈夫的表现，狗狗日后攻击孩子的概率会非常大。他只希望男主人和自己相处，不许别人靠近。其实这是一种占有欲的表现，如果再这么放任不管，狗狗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，终有一天会攻击男主人。 그런 적이 몇 번 있어요. 처음 드시는 거는 네. 这时，地上的狗狗开始吠叫，训犬师让男主人起身，紧跟在狗狗身后，期间不要碰它，更不要和它说话。狗狗被主人的异常行为搞得晕头转向，它跳上沙发，继续对着训犬师狂吠。训犬师要求男主人将狗狗推下来，然后继续跟着它移动。此时，狗狗吐出舌头，耳朵向后拼命地摇着尾巴，这说明它现在非常慌张，搞不懂主人到底要做什么。现在，训犬师要男主人彻底挡住它的去路。狗狗从没经历过这种事，
他惊恐地望着主人，很是迷茫。男主人趁势将他压制在睡垫里，直到他坐在里面彻底不再乱动。训犬师让男主人后退，和他握手。主人前脚刚走，狗狗马上紧跟其后。男主人果断返回，再次压制，但他此时却有了疑问。男主人再次将沙发上的狗狗推下。当二人这一次握手时，狗狗没有上前，只是在原地发出吠叫声。男主人还是采用相同的方法，这就是在告诉狗狗，从今天开始，没有人再惯着你臭毛病。但狗狗此时眼神里还有些不服，训犬师也不再废话，大步压制上前。狗狗慌乱中逃到女主人身后躲避，训犬师让女主人起身，然后直接一个顶膝跟了过去。孤立无援的狗狗此时的尾巴彻底不摇了，它真正感受到了恐惧。随后它扭头跑向厨房，男主人今天是第一次对它这么冷漠，一时间他根本无法接受，只好站在远处落寞地望向男主人。训犬师趁势让夫妻俩赶紧抱在一起，一定要当着狗狗的面表现得越亲近越好，这让狗狗彻底破防了。在他的内心中，这样的亲近方式只能属于他，他很生气，却又不敢上前发火，根本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，原本摇得欢快的尾巴彻底垂下去了。看着有说有笑的两人，狗狗呆呆地坐在一旁，很是沮丧，想上前寻求安慰，却被男主人一把推走。最后要解决狗狗不让妻子进屋睡觉的问题，狗狗徘徊在护栏前，有明显想要进来的意图。男主人还是向狗狗压制过去，压制成功后，他需要站在护栏前不动，一直要等狗狗后退或者离开。接着训犬师让妻子走进房间，出乎意料的是，狗狗这次什么反应都没有。他既没有对妻子咆哮撕咬，也没用其他的应激反应，这完全超出了训犬师的预料。狗狗好像也没了其他不好的行为。训犬师最后告诉男主人，以后不管狗狗露出多么可怜的表情，只要男主人能做到不心疼，那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只要男主人能够坚持今天的训练，他敢保证，在孩子出生前，狗狗的问题可以得到彻底解决。